一夜之间，镇里所有女人都怀孕了，上至80岁老妪，下到15岁少女。我回镇查探情况，才发现原来她们早已不是人了。鬼母出世，万鬼夜行，而我是镇子里唯一的活人。我叫陆灵珠，是个道士，也是个网红。每天我都会在直播间宣扬科学，破除封建迷信。但是今天我被网暴了。网暴的原因是一段视频。年迈的老人家弯腰站在我身前，苦苦的哀求：灵珠道长，我知道那块地是你们道观的，可是好不容易有企业来这里投资，你们那儿刚好是最佳的公路位置。我去看了，那地要得不大，就要你们道观最南边的那个院子，而且咱也不白要你的，企业说可以补偿100万，山里的一个院子，100万不算少了。我站在那里，一身蓝色道袍，眉眼清冷。主任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别说100万了，就是给1个亿，那地也不能拆。于是我被骂上了本城热搜，大家都说我想钱想疯了，看到有人来投资，想讹对方1个亿。好友宋菲菲坐在一旁刷评论，边刷边偷瞄我。清玄则是站在一旁抓耳挠腮，小师叔，镇子里的人不肯罢休啊，非要拆了咱这院子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我坐在椅子上，心里也是直叹气，这事儿不好办啊。道观所在的镇子经济落后，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不太富裕，好不容易有大公司看上这里的环境，想在山上开发个旅游景点。要是这项目能办成，整个镇里老百姓的日子都能富裕不少。可是这道观真不能拆呀！不一会儿电话响起，镇里开发部主任诚恳的声音再次响起：灵珠道长，企业那边的负责人过来了，说想和你亲自谈一谈，我安排了饭，你把清玄道长也叫上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想到主任花白的头发和半佝偻的腰，我心下一软，要不再和他解释解释吧。按照镇主任给的地址，车子越开越偏，很快的来到了市郊的一栋别墅前。我们推开院门走进去，没看到主任的身影，院里空无一人。我和清玄对视一眼，不好，中了调虎离山计。菲菲，快，再开快一点！镇主任女儿以前被恶鬼上过身，是师兄救的他们一家。我没想到，为了这个项目，镇主任居然会骗我们。宋菲菲将油门踩到底，我和清玄惊恐的神情让她很是不解。你们两个咋了？那院子到底为什么不能拆啊？话还没说完，一辆车迎面快速地撞了上来，我们的车头一歪，撞上了路边的护栏。幸亏系了安全带，3个人都没受什么伤。宋菲菲怒气冲冲地走下车，眼神愤怒地想杀人。我和清玄也一前一后地下了车。不一会儿，破旧的小面包车里骂骂咧咧地下来4个5大3粗的男人。操，有钱了不起呀？怎么开车的？为首的男人身材健硕，小麦色的国字脸上长满了痘痘。宋菲菲闻言肺都要气炸了，你瞎呀？你妈生你出来的时候养大的是胎盘吧？我好好的开着车，是你突然变道了。小娘们还挺凶，当二奶了不起呀？是不是马上要打电话给你干爹了？国字脸男人身后窜出来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年轻男孩，瘦削苍白的脸，长相清秀，说出的话却十分莫名其妙。宋菲菲撸起袖子就要往前冲，我一把抱住她的腰，行了，别耽误时间。我们3人要走，对面的4个男人却不让了，他们张开手臂围了上来，眼神放肆的在我和宋菲菲身上游走。干嘛？能陪有钱老头玩，却不能陪哥几个玩玩？宋菲菲气得满脸通红，连一向好脾气的清玄都动怒了，嘴巴放干净点。呸！黄毛男不屑地吐了口水，这么年轻开这么好的车，不是二奶还能是啥？既然都是陪男人，为啥不能陪哥几个？看到侧身一步挡在我们面前的清玄，国字脸男人眼神像淬了刀子般的阴毒。老子这辈子最讨厌小白脸，男的弄死，女的带走。小镇虽然不大，但是百姓大多很淳朴，治安一直比较好。光天化日的张嘴就要人死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。宋菲菲也很吃惊，她的表情从愤怒到疑惑，你们江镇民风这么彪悍的？有我和清玄在，那几个混混当然讨不了好。不到2分钟，4个人已经哼哼唧唧，死狗一样的趴在地上了。我们赶时间，就将4人绑在路边的树上，拔走了他们的车钥匙，并报了警。宋菲菲的车子车头瘪了一大块，为了安全，我们只能站在路边等车。等了一会儿，一辆大巴停在了路边。我和宋菲菲、清玄上车以后，当场都惊住了。大巴车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男的一个个眼神凶狠，表情不善，而那些女的肚子全部高高的隆起，俨然快要临盆的样子。宋菲菲在身后不住地扯我衣服，我明白她的意思，因为那些女人最小的看着才10几岁，脸蛋稚嫩，身形瘦弱，而最大的几个看着都是当奶奶的人了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。灵珠，我发誓那小姑娘看着绝对没有18岁，未成年也可以怀孕吗？我压下心底的不安，跟宋菲菲、清玄一起坐到了最后一排。上车没多久，车子一个急拐弯，大家都撞到了一起。很稀疏平常的一件事，2个男人却打了起来，互相揪着衣领，用上了拳头、腿脚、牙齿，恨不得当场打死对方。而车子上其他人不但不阻止，却纷纷的拍手叫好：打死一个，打死一个！
我和清玄对视一眼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。宋菲菲惊惧地躲在我身后，神经在大条，她也觉察到事情的不对。灵珠，你们镇子怎么回事？风气也太离谱了吧！我捂住她的嘴，和清玄两人一起带着宋菲菲尽量地往角落缩去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镇主任应该带人趁着我们不在，强拆了道观南院。我之所以给多少钱都不愿意答应拆迁，是因为道观底下镇压着极为可怕的东西。现在他们出来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在镇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是人了。我和清玄凝神屏息，宋菲菲则是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和鼻子。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她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不知为何，车里的男女老少目光一直在宋菲菲和清玄身上游移，眼神冰凉，像淬了毒的匕首。我和清玄对望一眼，悄悄地施了个口诀，小心地运行起天眼烛。果然，所有人身上都散发着一层极浅的黑气，这黑气当中还夹杂着一丝血雾，不仔细的看很难发现。清玄转头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大惊失色：“小师叔，你……”我苦笑着看向他，露出嘴里的獠牙：“帅不？你师叔变吸血鬼了。”这也是刚才车里的人不看我的原因吧？我身上的黑气比他们更重更浓。卧槽！看到我的尖牙，宋菲菲忍不住惊呼出声，显然被吓得不轻。宋菲菲的叫声惊动了一车子的人，就连那两个打得你死我活的男人都停了下来。所有人站起身，死死地盯着我们，眼神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。咕咚！宋菲菲吞了吞口水：“灵珠，这些人想干嘛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人？这车里除了你和清玄，哪里有人？”人群渐渐地围了上来，我一手将宋菲菲和清玄护在身后，一手则是伸进包里捏了一把符纸。妈妈，我好饿，这个姐姐身上好香。10几岁的少女挺着个肚子，眼神在清玄和宋菲菲身上转了一圈以后，最终停在了我身上。她抽动着鼻子，夸张地扇动着鼻翼：“妈妈，你闻到了吗？这个姐姐身上好香啊！肚子里的宝宝说她饿了，你的宝宝是不是也饿了？”她身边的中年女人摸了摸肚子，一脸垂涎地看着我。妈妈也发现了，好香，真的好香。我和宋菲菲、清玄三人面面相觑。他们在说谁？说我吗？老公，你看他。中年女人一手指着我，一手拉了拉身边的男人。男人穿着件灰扑扑的夹克，原本老实朴素的长相，此刻却显得有些狰狞。男人面带恭敬地看了自己老婆一眼：“要吃他吗？”宋菲菲倒抽一口冷气：“吃谁？”车里所有女人都围了过来，贪婪地盯着我，就差流口水了。我用力地握紧清玄的手，在他手上捏了捏：“抓住他们！”男人大喊一声，车里的人蜂拥而上。清玄高高的跃起，将手里的石头用力地朝司机的位置抛射出去。咻！破空声响起，石头穿透司机后面的玻璃，直接砸在了司机头上。吱嘎！刺耳的轮胎声响起，司机因为头上被砸，慌乱中踩了刹车。随着大巴车一个急刹，车里的人被撞得东倒西歪，好几个人没站稳，直接摔成了一堆。清玄在射出石头以后，直接侧身跃起，将窗户踢得稀碎。趁着这个功夫，他率先跳出了车窗，然后焦急地对着宋菲菲大喊：“菲菲，快跳！”宋菲菲身体比大脑更快地做出了反应，几乎是清玄刚跃出窗户，她就跟着将下半身支出了窗外。我从口袋中掏出一把符纸，朝地上的人都面甩去。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，车上的几个女人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。男人们慌乱地拍打着女人身上燃起的火焰，嘴里不住地大喊：“快，保护鬼胎！”我深深地看了地上的几个孕妇一眼，她们的肚子此刻高高的隆起，因为身上中了符纸，肚子像海浪一样上下的翻滚着。一个利落的翻身跃出窗外，清玄早就接好宋菲菲在等我了。大巴车门缓缓地打开，我们在车里人冲上来之前，朝着山里疯狂地逃窜。妈耶，跑死我了，我都快吐了。宋菲菲扶着一棵树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这镇里啥玩意儿都是。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抹了妈脸上的汗。清玄也撑着膝盖，大口的喘气。小师叔，咱们道观底下不是就镇压了一个鬼母吗？那些男人是什么东西？我擦了擦汗，心里仍止不住的发慌。你忘了，鬼母1000年才出一只，一出必孕育万胎鬼子，而鬼母从来不会单独的出现的，身边永远跟着鬼魅鬼煞。鬼魅惑人心智，鬼煞激人凶性。道观一拆，鬼母一出，现在他借全镇女人的肚子来孕育鬼胎，而镇上男人则全部成了他的帮手，变成鬼煞和鬼魅了。宋菲菲绝望地往地上一瘫：啥玩意儿？那我们现在要斗你们全镇的人了？你们镇多少人？我叹了口气，也不多，小镇就2、3万人吧。宋菲菲闻言直接往地上一躺，哈哈，2、3万，1分钟打一个，我都要不吃不喝不睡打10几天，这是要累死谁？我看这地不错，山林茂密的，咱们就在这个地方把自己埋了吧。我们灵珠这么漂亮，怎么可以被埋呢？慵懒低沉的嗓音响起，我循声朝树上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着西装、英俊苍白的男人正坐在树干上。吸血鬼欧晨毅。我和清玄瞬间跳了起来，清玄略弯着腰，
重心放低，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。他警惕地看着欧晨毅，满脸的戒备之情。宋菲菲则是一个鲤鱼打挺，没起来。最后，他骂骂咧咧地拍着屁股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好你个吸血鬼，居然敢对我们灵珠下手！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你亡！欧晨毅漫不经心地拨动了一下额前的碎发。灵珠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，我可是来帮你的。我仰起头眯眼看着他，此刻已是黄昏，夕阳给整个树林都染上了一层金色。欧晨毅站在树枝上，俊秀的脸沐浴在橙色的阳光中，皮肤白得近乎透明。你不怕阳光了？欧晨毅狭长的凤眼露出一丝笑意。灵珠，多亏了你的血，我成了唯一不惧怕阳光的吸血鬼，我们可真是天生一对啊！原来那天初庸仪式以后，欧晨毅顶着灰飞烟灭的危险，死死地咬住我的脖子。我的血蕴含着阳气和灵气，这些血进到欧晨毅体内，极大地改变了他的身体。现在的欧晨毅虽然还是吸血鬼，却少了很多吸血鬼的特性，阴气和灵气，死气和生气在他身上夹杂循环，向死而生。欧晨毅比过去强大了不止一星半点，而我也因此获得了部分吸血鬼的能力。爆发式增长的力量和速度，还有獠牙，以及敏锐了100倍的嗅觉。但是因为进入体内的吸血鬼血液并不多，而我自己本身的灵力也太过强大。虽然我获得了这些能力，但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吸血鬼，不需要靠吸食人的血液来生存。我恍然大悟地看着欧晨毅，难怪那些怀了鬼胎的女人会说我香，像我和欧晨毅这样既有阴气又有灵气的，对鬼胎来说是最好的补品。一旦吃了我们，鬼胎就可以顺利地进化成为鬼王，号令万鬼。你这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啊？我无语地看着欧晨毅，我身上的气息会源源不断地吸引小镇里的众鬼胎，再加上一个欧晨毅，那我们这群人就是黑夜里的萤火虫，海上的灯塔，要多醒目就有多醒目。欧晨毅跳下树走向我们，翻开手掌，将手心里捏着的几颗灰扑扑的珠子递给我，这是脸阳珠，戴在身上可以收敛阳气，不让小镇上的鬼煞鬼胎注意到我们。灵珠，我是来找你合作的，我们需要鬼母的鬼丹，你们帮我拿到鬼丹，我帮你们救这一镇子的人，不然等鬼胎出世之日，整个镇子的人都会成为他们的食物。一单换一成，你考虑考虑？不用考虑了，成交。我麻利地伸手接过欧晨毅手中的脸阳珠，动作快得生怕他后悔。清玄将我拉到一边，神色焦急，小师叔，鬼丹不能给啊，鬼母不死不灭，毕生修为全部藏于鬼丹之中。鬼丹对所有阴邪鬼物来说都是大补之物，更是复活邪神的利器。这吸血鬼拿走鬼丹，指不定憋什么大招呢。我朝清玄眨了眨眼。清玄从小就这样，耿直忠厚，小时候没少被我和凌雨骗。师兄说他是赤子之心，我们说他是傻不愣登，被我们骗100次，第101次还是会上当。但是清玄从来不恼，师兄问他为什么明知道我们在诓他，还是一如既往的上当。清玄很认真地说，师父，我知道师妹他们大概率地是在骗我，但是万一呢？万一是真的呢？如果师妹真掉进河里，小师叔真的被蛇咬了呢？就像狼来了的孩子，只要有一次是真的，对他来说就足够麻烦了。反正我跑一趟也不费什么力气，师妹他们没事就好。见我不停地眨眼，清玄恍然大悟，啊，小师叔你，我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没错，没有永远的敌对关系，我们的目标现在都是解决鬼母，当然可以进行暂时的合作。不过鬼母太过强大，凭我们这几个人够呛，你赶紧叫人来。清玄会意，掏出手机开始发信息。嘿嘿，这吸血鬼不知道吧？我们门派还有一个1000年以前的老祖，等灵素师尊来了，什么鬼母鬼煞，连欧晨毅都要被炼成一颗丹。含着脸阳珠走在村旁的道路上，我开始后悔和欧晨毅的合作了。这珠子效果是很好，但是需要含在嘴里面，味道又苦又涩就算了，最重要的是这珠子很大，有一个砂糖橘那么大，含在嘴里基本就不能说话。宋菲菲含着个珠子，一路上对着我挤眉弄眼，手舞足蹈。这家伙居然会手语，可惜我一句也没看懂。清玄则是走得小心翼翼，神情警惕，眼神像鹰一样不住地巡视着周边的环境。我将嘴里的珠子拿出来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咱们得想办法先找到鬼母。我查了资料，小镇里有3万多人，一半女性的话大概有1.5万人，鬼母真身就藏在这1.5万人里面。鬼胎寄生在所有女人肚子里，吸收她们的精血和生机，3天就可以破肚而出，到时候整个镇子就会变成一座鬼城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咱们得抓紧。清玄面色凝重，他取下嘴里的珠子以后紧皱着眉，小师叔，我们得想办法把鬼母逼出来，我们找不到他们，可以让他们来找我们。这倒是个办法，我可以和欧晨毅当诱饵，鬼母肯定会指挥人来抓我们，只要他有动作，我们就一定能查到他在哪里。于是我和欧晨毅兵分两路，小镇中间有条江河穿城而过，镇子被江分成2半。欧晨毅跟着清玄去了江北，我和宋菲菲则是留在江南。含着脸阳珠走在路上，我和宋菲菲忍不住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心惊。镇里到处都乱了套，本来井然有序的马路上，此刻横七竖八的停满了车，有好几辆车撞在一起，
几个男人正红着眼滚在地上打成一团，而路旁的人显然对这一切漠不关心。宋菲菲紧紧地捏住我的手，好多车窗上有大片大片的呈喷射状的血渍。这里已经不再是安静祥和的小镇，而是人间炼狱。一条条无辜的生命在我眼前倒下，我忍不住攥紧了手心。被鬼魅鬼煞上身的人暴力凶狠，残忍嗜血，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。曹，你瞎呀，走路不长眼啊！因为在看打架而没注意的宋菲菲有点慌神，她刚呜咽了几下，身后就被人推了一把，扑通，脸阳珠从宋菲菲嘴里喷出来，掉到了地上，整条街道为之一静。生人，一个出头的年轻女人，穿着件白色棉布长裙，她秀丽的脸庞此刻带着几分青涩，看起来形容颇为憔悴。她轻轻地抽动了几下鼻翼，然后对着宋菲菲举起了骨瘦如柴的手臂，抓住她，这个也能吃。正在打架的男人纷纷地停了下来，其中一人的手臂明显的已经脱臼了，他面无表情地用力一掰，咔嚓一声，他将手臂掰回原来的位置，慢悠悠地朝我们迎面走来。见宋菲菲还傻站在那里，我拉起她的手就朝路边的小巷子里狂奔而去，身后很快的就跟了一群人，乍一看和在玩老鹰抓小鸡似的。我脸阳珠掉了。宋菲菲喘着粗气，跑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我拉着她跑得头也不回。宋菲菲刚把珠子吐出来时，我就看到了，那珠子一路朝前滚去，很快的就被一个高壮的男人踩到并碾了稀碎。和欧晨毅这笔买卖做的可真不划算。我拉着宋菲菲在小街乱窜，刚甩掉一部分人，身后很快的跟来更多的尾巴，两人慌不择路，很快的就被逼到了一条巷子里。我脚底用力一蹬，很快的就攀上了墙，宋菲菲却没这个力气和跳跃能力。我骑在墙头，将一只手朝宋菲菲伸去。就在这时，围堵着巷子口的人群从中间分成两半，刚才的年轻女人走了过来，她无视坐在墙头的我，一双细长黝黑的眼睛只死死地盯着宋菲菲。鬼母这次怀的是双胎，极有可能同时孕育出2个鬼王，我们需要准备更多的食物，碰到其他来镇子里的活人，全部抓走。我悚然一惊，双胎，居然是双胎！传闻鬼母孕育万鬼，当中必会出一鬼王，鬼王一出，生灵涂炭，人间修罗，一个已经够麻烦的了，这次居然是2个。想到这可怕的后果，我脸色一白。等年轻女人说完话以后，宋菲菲对着我对面的墙壁大喊：灵珠，你快走，别管我！宋菲菲说的没错，今天才第1天，离鬼母诞生鬼王之日还有2天，鬼母不会这么早就吃了她，而且她身上还有我去师尊那里求来的护身符，关键时候能救她一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再让其他人来到镇子里。我深深地看了眼宋菲菲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跃下了围墙。小镇四面环山，外地来的车辆绝大多数都是从镇北的高速过来，只要封掉高速路口，就能阻绝掉一大半人。我随手在街边捡了一辆摩托车，骑的就差轮子冒烟了。这小镇地理位置偏僻，又是四面环山，经济也一般，外地来旅游出差的人并不多。我含着脸扬珠风一样的赶到高速路口，此时路口已经停了不少车，2个男人揪着一个年轻女人往自己车上拖去。不远处的地上躺着一个年轻男人，看样子应该是女人的丈夫，他头上破了一个大洞，脸色苍白，双眼紧闭，似乎已经失去了生机。你们疯了吗？有没有人帮我报警？救命啊！救命！女人还不知道自己丈夫出事了，她压低重心往后坠去，拼命地反抗着把自己往前拖的男人。我冲上前，啪啪2下将2张符纸贴在了男人额头上，那2个男人瞬间像被点了穴道一样一动不动。女人惊恐地看着我，甚至忘记了挣扎。老公，老公你醒醒，有没有人帮我叫救护车呀？我同情地看着他，地上的男人已经没气了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站在一旁的魂魄。男人显然对自己的死很吃惊，他迷茫地站在一旁，想努力地去触碰自己的妻子，却什么也碰不到。我叹了口气，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，伸手掏出嘴里的敛阳丹。我同情地看着男人半透明的魂魄，我可以让你再次回到自己的身体，但是只有4个小时，你和你妻子好好的告个别吧，带她远离这里。男人神情惊恐地朝小镇中心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感激地朝我点了点头，轻声地念完几句咒语。我从口袋里掏出面古朴的青铜镜，伸出手指在镜子上画了一个复杂的符号以后，我将镜子对准了男人的魂魄。收完魂魄，我拿着镜子来到了尸体边上，然后对着男人清白的脸照了照。年轻的圆脸女人抱着自己丈夫，哭得肝肠寸断。我拉过她的手臂，强行地打断了她，听我说，带着你老公离开这里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你是谁？女人哭得直打嗝，好疼。男人皱着眉，费劲儿地睁开了眼。老公，你醒了。你醒了。女人死死地抱着怀中的男人，哭得鼻涕都流出来了。前面出了很多连环车祸，路没法走，你赶紧掉头带你老公去医院吧。我看着因为失而复得而激动不已的女人，只觉得心里又酸又涩，眼睛也有些干。这些恶鬼真该死啊！当女人开车带着她老公离去以后，
我将岗亭里的路障都放到了高速前面的路口，并设置了一个简单的阵法。当其他人来到路口时，都会产生马上掉头离开的想法。确保事情做好以后，我来到那2个被鬼煞附身的人跟前。现在灭了鬼煞，又怕打草惊蛇引起鬼母的警惕心，打他们一顿吧。这2个男人其实也很无辜。我抓耳挠腮了一会儿，实在是想不出好办法，只能含恨地走了。我在高速路口设置好路障，又跑去国道和省道上布了个简单的障眼法，让马路看起来从中间断裂了一样。忙完这一切，天气已经很黑了，我擦了擦汗，心里焦急万分。不知道宋菲菲怎么样了。就在这时，身上的手机震了一下，居然是宋菲菲发来的信息，上面还有一个定位地址。这是我们道观，鬼母这是要拿我们道观当大本营了。我靠！我气得瞬间跳了起来，他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！我调转方向朝道观赶去，路上还不忘给清玄发了个信息。随着离道观越来越近，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我很快的就扔掉摩托车，改成了步行。许多女人面无表情地朝前走着，肢体僵硬，脸色发青，让我有一种在幽冥地府的错觉。道观建在山林里，山路蜿蜒曲折，体力好的人一口气上山也非常费劲。有些女人挺着肚子，明显的已经体力不支，但是她们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封底，依然朝前走着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山顶召唤她们。咕噜咕噜，我循着声音朝一边看去，身边是个极为年轻的女孩，看样子也就18、19岁。她身材瘦削，穿着一件非常紧身的 T 恤。因为突然变大的肚子，衣服的下摆已经被撑得裂开，白皙的肚子就这么整个的暴露在空气当中。此刻她肚子上长满了黑色的纹路，一个黑色的掌印不断的在她皮肤上浮现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努力的从肚子里钻出来。女孩青春俏丽的脸庞此刻一片灰败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。她肚子里的东西剧烈的翻腾着，发出一阵响声。我捏紧拳头，加快了脚步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早一天解决鬼母，他们的身体就少受一天伤害。因为不敢在山路上狂奔，等我到达山顶时已经是午夜子时。曾经灯火通明的道观，此刻漆黑一片，阵阵阴气环绕在道观上空。因为阴气的腐蚀，道观旁郁郁葱葱的树木都逐渐的枯萎，光洁干净的青石板道理上甚至出现了裂纹。这场景看起来就像是聂小倩住着的兰惹寺。道观中有三清真人的塑像，一般的鬼魅邪祟并不敢靠近，但是这鬼母居然敢住在道观中，我的心渐渐的往下沉去。就我和清玄2人，真能对付得了这个不知道被镇压了多久的鬼母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提起脚步，准备踏进敞开的大门。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臂，我想也没想的转身飞起一脚。清玄被我唬得朝后退了一步，嘴里含着的脸阳珠差点吐出来。他手忙脚乱地塞回珠子，才瞪了我一眼。我讪讪地挠了挠头，这大半夜的，真不能怪我。欧晨一嘴里塞着颗珠子，倒是难得的安静，连飞扬的眉眼看着都比往日顺眼了几分。想到他张嘴闭嘴，亲爱的灵珠，可惜了，这家伙要是一直是哑巴就好了。清玄他们的到来让我安心不少，我们3人不由自主的都放轻了脚步，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。宽敞的道观里站着很多人，高矮胖瘦，男女老少，所有人都面无表情，眼神空洞。在寂静的夜里，向着正殿方向前行的我们3人异常醒目，互相对望一眼，我们3人开始更换脚步，上身不动，只有脚在拼命地朝前挪。看起来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站在原地，骑士人却朝着大殿的方向越来越近。就像逆流而上的鱼，我们3人在拥挤的人潮中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来到了正殿。三清殿上供奉的三清真人塑像已经全部被推翻在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沙发，沙发上侧躺着一个曼妙的身影，光线很暗，女人的面容模糊不清，只能看得出身量修长，四肢纤细。我紧紧地捏着清玄的手，用尽洪荒之力才控制住自己，没有当场跳出去和鬼母决斗。清玄喘着粗气，显然也被气得不轻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轻举妄动。鬼母斜斜地躺在那里，姿态放松，身体舒展，可是她的鬼气却磅礴浩大，直冲云霄。确认过眼神，是打不过的人。我和清玄又悄悄地摸出了大殿，宋菲菲还在殿中，我们得先将她救出来。自从被欧晨一咬了以后，我的嗅觉就异常灵敏。我抽了抽鼻子，朝清玄使了个眼色。宋菲菲被关在我之前住的东院里，屋子里除了宋菲菲，还坐着10几个人，不少女孩都在轻声的啜泣，只有她一个人躺在屋子正中间，睡得香甜。我掏出手机，飞快地在屏幕上打出一行字：我去引开鬼母，你等会儿趁乱带着他们走。清玄犹豫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欧晨毅站在一旁，刚想将脑袋凑过来看手机，我就捏住了他脸，飞快地取出他嘴里的脸阳珠，握在手中。我朝大殿方向急速地跑去。脸阳珠被拿走的一瞬间，整个道观里的人都骚动了起来。欧晨毅又惊又怒地看着我：灵珠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朝后山狂奔而去，欧晨毅也不再隐匿身形，直接化作蝙蝠朝我追了过来。我们俩刚冲出道观，身后就浮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
柔媚的女声在空中响起，黑影朝欧晨毅掠去。眼看就要被黑影追上时，欧晨毅也追到了我。灵珠，一起留下吧。欧晨毅狞笑着一掌拍在我背上，巨大的冲击力让我朝前扑去，嘴里的脸阳珠也滚落在地。无数黑色的雾气将我团团环绕，我挣扎着想起身，却发现用不出丝毫力气。鬼母的力量果然是我不能匹敌的。也不知道清玄和宋菲菲跑出去了没有。我和欧晨毅被绑在正殿的柱子上，鬼母饶有兴致地围着我转了2圈。修道之人，僵尸。修道的僵尸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不一会儿，有个男人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，那几个外乡女人跑掉了。鬼母不在意地摆摆手，几个开胃小菜，跑就跑了。有了你们俩，我的孩子必然能顺利地出世了。鬼母满意地摸了摸肚子，显然对我们的出现感到十分高兴。像我和欧晨毅这样身怀阴气和灵气的，如果能吃了我们，对鬼胎的滋养效果极大。别说跑掉10几个普通人，就算是跑掉上百个，鬼母也不心疼。灵珠，你这是不求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了。欧晨毅苦笑一声，眼神幽暗地看着我。我没理他，身上黑色的藤蔓奇怪得很，将我汇聚起来的灵气全部抽得一干二净。挣扎半天，藤蔓纹丝不动。我累了一天，就这么靠在柱子上睡了过去。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亮了，但是整个大殿鬼气森然。道观顶上盖着一层乌黑的云，将阳光尽数地遮挡住了。我眯了眯眼，朝大殿的供台上看去。长相美艳的女人慵懒地靠在沙发上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她这脸好熟悉啊，昨天天黑看不出来，白天越看越觉得面熟。我去，这不是我们小镇上唯一的女明星吗？鬼母可真能挑。你是沈灵素的徒子徒孙？我诧异地抬起头看向她，见我吃惊的样子，鬼母的眼神凌厉了起来。沈灵素将我压在地底1000年，说出她的官坟在哪里，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些。所以这鬼母是师尊在1000年以前镇压的。过了1000年，鬼母也从小镇人的记忆中获得了不少信息，肯定以为师尊早就仙逝了。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脖子一梗，头一扬，我摆出了一副视死如英勇就义的模样。师尊既然能压这鬼母1次，就能压他第2次。也不知道他收到清玄的信息了没有。之前师尊带着师傅去闭关，说要帮他突破眼前的境界，一走就是半年。要是师尊赶不回来，那这满城的人，我悚然一惊，不行，不能将所有希望都放在师尊身上。降妖除魔，守卫人间正道，是我们每一个弟子的终身使命。见我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，鬼母气坏了。但明天就是他孕育鬼胎的日子，我和欧晨毅是他最重要的力量来源，他并不想伤到我。不说也行，你们这些臭道士不是最喜欢守护这个守护那个了吗？来人！鬼母招了招手，很快的殿上走进来几个青面赤目的高壮男人。你不说也行，我让他们挨个的在你面前抹脖子。我说，我师尊葬就葬在极西之地的雪山之上，我们现在都管那叫珠穆朗玛峰。好得很，不愧是沈灵素，连埋骨之地都找得如此沽名钓誉。这就信了。这个鬼母看起来有点单纯的样子，就在鬼母打算继续审问我时，偏电起了大火。为了救我，清玄也真是豁出去了，连火都敢放。我还没感慨完，鬼母已经飘出了大殿，带起一阵黑色的旋风。10分钟后，柱子上绑了4个人。我叹了口气，这是要团灭呀。宋菲菲脸上都是黑色的烟灰，她眼眶通红地看着我，灵珠，下辈子我们还做好姐妹。沈灵素做人不行，她的徒子徒孙倒是乖巧，怕我儿子吃不饱，上赶着送来给我当点心。鬼母捏了捏清玄的脸，心情更好了。在我们4人的忐忑惶恐中，午夜终于再次到来了。鬼母神情凝重地在殿中央画了一个圈，她坐在圈中，周身黑气涌动。很快的就有4个男人走过来，在我们的手心、脚心处用刀划开了几个大口子，鲜血从我们身上流出，像小溪一样汇聚到了殿中央的圆圈之内。随着鲜血的注入，鬼母的肚子像气球一样的鼓了起来。我开始感觉头晕眼花，四肢发麻。环顾四周，看着清玄和宋菲菲惨白的脸，我咬了下舌尖，努力的让自己保持清醒。我不能就这么放弃，我得救他们。鬼离，100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没出息。清亮的女声在大殿中响起，几团白光飘了进来，将阴气森森的大殿照得灯火通明。是师尊，师尊来了！鬼母惊怒交加地睁开眼，此刻显然是她孕育鬼子的关键时期。她白皙的肚子已经胀得像一个巨大的球，肚子上的皮肤也逐渐变得透明，甚至能透过她的皮肤看到里面2个黑色的胎儿轮廓。沈灵素，是你，你没死！一个清丽脱俗的身影出现在了大殿门口，女子一袭白衣，衣裙随风舞动。站在那好似要乘风归去的仙人，正是我们师尊沈灵素。我和清玄一起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师尊将鬼母镇压1000年，我们却被人破了阵法，让鬼母逃了出来。沈灵素来得正好，我现在就报了这1000年之仇。冲天的黑气朝门口席卷而去，我紧张地屏住呼吸。不到片刻，门外金光大闪，鬼母惨叫一声扑在地上。你
你的修为？鬼母捂着肚子，神情惊恐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师尊露出一个浅浅的笑，眼眸灿若星辰。闭关千年，自然是更上一层楼了。轻轻地挥了挥手，我们4人身上的黑色藤蔓就像被斩断的蛇一样，扑腾扭曲着在地上翻滚。我转了转酸麻的手腕，扶起宋菲菲，赶紧走到了一旁。就在这时，欧晨义化作一道黑色闪电，咻的一声就从大殿内窜了出去。师尊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却没有动手，就那么放任他离去了。师尊，那吸血鬼！我焦急地喊道。欧晨义诡计多端，速度又快得惊人，这次放跑了他，下次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捉到了。莫急，现在还不到抓他的时候。师尊朝我投来一个抚慰的眼神，随即又板起了脸，挺漂亮一个小姑娘，长这么丑的尖牙。我开心地摸了摸牙齿，师尊这么说，肯定就是有办法解决我的牙齿了。见我们旁若无人的说话，鬼母眼神暗了暗，也学着欧晨义一样，化作一道黑气冲了出去。一道白光闪过，店里只剩下了我、清玄和宋菲菲3人。我们也赶忙冲了出去。店外路上躺满了神情痛苦的女人，一个个捧着肚子，面目狰狞。我放慢脚步走在路上，感觉自己像走在一个西瓜田里，而那些西瓜随时都会爆炸。清玄护山大阵，我和清玄对视一眼，两人朝着相反的方向发足狂奔。师父曾经说过，师尊在山里留下了护山阵法，可诛一切妖邪，破鬼魅邪祟。但是阵法只能开启一次，所以不到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门下弟子不得任意的启动。因为从来没用过这个大阵，我和清玄一时间竟想不起来。开启阵法需要启动5个阵眼，5个阵眼分属金木水火土，在道观的5个不同方位，西为金，北为水，南为火，东为木，土居中央。我将西侧的铜像机关打开，又飞速地朝道观北边跑去。那儿有一个鱼塘，机关就装在鱼塘底部。全身湿漉漉地从水底爬出来，我又马不停蹄地朝正殿跑去。此刻殿外乌云密布，雷声大作，师尊和鬼母在天上斗得不可开交，我跑得脚底生风。路边歪七扭八地倒着许多女人，她们都捧着肚子，大声地哀嚎着，凄厉的惨叫声听得我心里发慌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鬼王就快出事了！轰！一阵极为刺眼的白光从正殿处升起，清玄先我一步地打开了护山大阵。路边哀嚎的女声渐渐地停息了下来。路边的少女原本气球一般的肚子像漏了气一般，慢慢地憋了下去。有了阵法加持，师尊很快地就将鬼母制服了。但是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简单。师尊将鬼母收在雷击木做的葫芦里，满脸愁容。鬼母不死不灭，护山大阵已破，要想再次将其镇压，需要不少灵宝。现在灵气稀薄，要找齐这些东西可不太容易。鬼母被收，一部分鬼魅鬼煞却跑了个干净，镇子里的人神智都恢复了正常。师尊清除了他们这2日的记忆，普通人的生活也开始步入正轨。但是那些被鬼胎吸食了精血的女人，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健康。将道观收拾干净以后，我们几人坐在房间里愁眉不展。逃出去的鬼魅鬼煞有数千之众，以后恐怕就很难再有太平日子了。师尊拍了拍手中的葫芦，这葫芦只能关注鬼母一时，我要去找灵物将其重新镇压。清玄、灵珠寻找鬼魅鬼煞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师尊，还有我。宋菲菲站起来拍了拍胸脯，自告奋勇的模样让沉重的气氛轻松了不少。好，还有你。灵珠，你身上的吸血鬼血液带我回来再替你清除。现在你和清玄早点下山吧。我和清玄拜别师尊以后，在小镇的路口朝着不同的方向继续前行。这人间就要大乱了。